它是新几内亚战役的转折点，它使得3000余名日军葬身鱼腹，它间接加速了日本海军衰退的命运。它就是俾斯曼海大海战。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小编跪谢。众所周知，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很少会有士兵做俘虏的，就更不用说是主动投降的了。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日军奉之为最高命令的自杀式进攻。在彼时的太平洋战场上，尽管日军的伤亡要远高于美军，但是美军所付出的伤亡也非常巨大。若不是有着强大的后勤能力，就算是1:1的伤亡比，美军恐怕也消耗不起。这也使得美军对于疯狂的日军很是头疼。于是就出于这种情况，美军终于是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全力击沉日军的运兵船，尽可能在海上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从而切断日军的后勤补给线。在这其中比较经典的一次战役，当属1943年3月的俾斯麦海海战。1942年4月1号，日军在登陆新几内亚没有遭到任何实质性抵抗后，随即按照计划向纵深挺进，这也标志着艰苦而又漫长的新几内亚战役就此开始。时间来到1943年2月28号，此时已经开战近1年的新几内亚战役已经进入到最关键的时刻。而为了增援位于新几内亚的莱城，且出于前几次海上增兵顺利完成的考虑，日军在经过筹措后，下令第51师团近7000名士兵携带大量物资补给，于当晚11时搭载神爱丸、旭盛丸、大井川丸、爱阳丸、建武丸、太明丸、地阳丸和野岛等8艘运输船，在招潮号、白雪号、普波号、朝云号、荒潮号、富波号、石金峰号和雪峰号等8艘驱逐舰和飞机的护航下，由木村昌福海军少将和松本秀辉大佐所率领，趁夜从新不列颠的拉包尔出发。而就在日军的增援部队在刚开始行动后，盟军就获悉了此消息。时任第5航空队司令的乔治·丘吉尔·肯尼当即决定使用陆基航空兵消灭日军的这支运兵船队。3月2号，在持续恶劣的天气终于消散之后，盟军得以确定了日军船队的位置。2波轰炸机群随即在当天清晨出发，向日军船队飞去。而日军船队本以为借助着恶劣天气的掩护，盟军根本发现不了他们，所以在盟军攻击机群的突然来袭时，日军根本没有任何防备。而盟军战机也在日军的慌乱之中击沉旭盛丸运输船，击伤野岛运输船，造成日军第51师团1500人落水。而在后的雪峰号和朝云号驱逐舰的打捞后，将近1000人被救起，并在第2天将落水人员运抵目的地后，于日出前返回船队。3月2号夜间到3月3号凌晨，日军船队继续向目的地行驶。虽然未再遭到盟军的空袭，但是盟军侦察机依旧在附近秘密地跟踪着他们。3月3号，在日军运输船队进入到丹皮尔海峡后，按照第5航空队和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部署，盟军随即起飞了当时整个南太平洋地区作战中最多的一次陆基航空兵兵力，向日军船队飞去。上午10点整，盟军攻击机群的攻击开始了。在盟军护航战斗机与日军零式战斗机的激烈缠斗中，10余架盟军轰炸机开始在2200米的空中向日军船队投掷炸弹，而负责摧毁日军船队防空火力的澳大利亚皇家空军也在摆好队形后突破了日军驱逐舰的防空火力网，并采取超低空扫射方式不断削弱着日军的防空火力。据一名参加过此次作战的澳军战机观察员在事后回忆道，这时一艘运输船进入到视野，起初它看上去很模糊，但是随着我们的急速接近，目标越来越清晰，于是飞行员果断扣下扳机。前向机枪开火时产生的震动令人双腿发麻，更令人激动的是，我们的机枪弹道编织的火网准确地照住了目标。经过短暂的沉寂，目标船只各处突然蹦出橙黄色的火球，这个场景真叫人热血沸腾。随后，为继续扰乱日军船队的部署，盟军的中型轰炸机开始从600到900米的高度中进行水平轰炸，导致日军船队的阵型被彻底搅乱。而此时，在连续遭遇盟军的数波攻击之后，日军也早已经是毫无招架之力。此刻，在面对盟军战机的超低空进攻时，竟然误以为盟军要采取鱼雷攻势，
随即，在日军护航驱逐舰的一致动作下，日军各舰艇也同样进行反鱼类机动，将船首冲向盟军。而日军的错误判断更是给盟军战斗机的一次绝好机会。盟军飞行员随即抓住战机，用机载机枪再一次对日军船队进行猛烈的超低空扫射。随后，在盟军轰炸机的跳弹攻击下，日军船队在很短的时间里几乎全军覆没。盟军以极其微小的代价击沉剩下的爱阳丸等7艘运输船，以及招潮号、白雪号、荒潮号、石金峰号等4艘驱逐舰。而搭载有第51师团司令部部分人员的富波号、朝云号、雪峰号和普波号驱逐舰在均有不同程度的损伤下侥幸逃脱。俾斯麦海海战以日军的惨败而告终。截止到3月31号，盟军此次共击沉日军增援船队15艘舰船中，包括全部7艘运输船在内的11艘，其中乘坐的日军第51师团近7000人中有3600余人阵亡，损失物资2500吨。而这些阵亡的日军大部分是在落水后因盟军战机的扫射和海面上的干渴、饥饿、暴晒以及海中的鲨鱼的袭击而丧生。俾斯麦海海战，盟军共参加39架重型轰炸机、41架中型轰炸机、34架轻型轰炸机和54架战斗机，其中2架轰炸机和3架战斗机被击毁。日军共参战8艘驱逐舰、8艘运兵船和100架飞机，其中8艘运兵船、4艘驱逐舰被击沉，20架战斗机被击毁，3000到5000名士兵阵亡。日军在此次海战中失利的直接因素就是船队缺少中低空的空中掩护，而此后这种类似的现象也会持续出现在太平洋战争中。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可以说间接加速了日本海军衰退的命运。如今以现代化的军事角度来评价俾斯麦海海战的话，此战可以被称为是陆基航空兵对海作战的一个经典战例。因为从战略角度上来说，俾斯麦海海战可以说是整个新几内亚战役的转折点。换句话来说，就是如果米尔恩湾战役对于新几内亚战役的意义就等同于珊瑚海海战对于太平洋战争影响的话，那么俾斯麦海海战就可以称作是新几内亚战役的中途岛海战。麦克阿瑟曾经评价俾斯麦海海战是他就任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以来其战区内的一次决定性空中进攻作战，并且高度赞扬了乔治·丘吉尔·肯尼将军，认为这是一场进行的滴水不漏的歼灭战。而此次海战所造成的影响不仅仅只有这些。就在俾斯麦海海战结束的2个星期后，日军大本营下达严令，要求部署在南方战区的全体日军士兵必须要拥有游泳这项技能。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